在城南的老巷深处，张大爷的故事就像那堵爬满青苔的砖墙，每一条裂痕都似乎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。他曾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劳动模范，如今却成了邻里间议论纷纷的焦点。有人说，他是因为年轻时的拼命三郎形象落下了病根，也有人说，是他那孤僻的性格让家人渐行渐远。但这些都只是猜测，真相究竟如何？一天，张大爷突然病重，家人不得不放下过去的成见，重新审视这位曾经让他们头疼不已的父亲、祖父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他们围坐在病床旁，听着张大爷虚弱却坚定的声音，讲述着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往事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误解和隔阂似乎都烟消云散了，只剩下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和相互扶持。而张大爷的故事也就在这个不经意的瞬间缓缓拉开了序幕。标题背后的故事。在城南的一个老小区里，张大爷的名字算是家喻户晓了。不过这知名度可不是因为啥好事儿，而是因为他的那些怪癖。这不，小区里的老姐妹们又聚在了一起，聊起了张大爷。你们说，张大爷那性子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李阿姨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神秘兮兮地说。哪个呀？王阿姨好奇地问。就是那个吗？脾气古怪的不得了，跟谁都不对付。李阿姨撇撇嘴，我上次还听他家老二说呢，老头子又跟他们吵了一架。哎，这事我也听说了。赵大娘加入了话题，张大爷那牛脾气真是没谁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以前不这样啊，怎么年纪越大越糊涂了呢？正说着，张大爷颤巍巍地从楼上走下来，手里还拎着一袋垃圾。看到几位老姐妹在聊天，他脸色微微一沉，但还是礼貌地打了个招呼。你们聊着呢？哟，张大爷，您这是去哪啊？李阿姨热情地问。扔垃圾，顺便去逛逛。张大爷简短地回答，语气有些生硬。哎呀，你老可别走远了，身体要紧啊。王阿姨关切地说。张大爷没再搭话，径直朝小区门口走去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些老姐妹背地里都在议论他，但他也懒得去理会。这时，张大爷的儿子张强刚好从外面回来，看到父亲出门，他皱了皱眉头。爸，你要去哪啊？不是让您在家待着吗？我出去走走，透透气。张大爷头也不回地说。哎，我说你老这脾气能不能改改？医生都说了，您这身体需要静养。张强有些无奈地说。我自己的身子骨我知道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张大爷的语气依旧很硬。张强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知道父亲的脾气绝得很，说再多也没用。他看了看父亲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其实张强心里也明白，父亲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，跟年轻时的遭遇脱不了干系。那些年，父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以至于现在老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。想到这儿，张强不禁有些自责和愧疚。就在这时，张大爷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失去了平衡。张强大惊失色，赶紧冲上前去扶住了父亲。看着父亲苍白的脸庞和紧闭的双眼，张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无论父亲有多少缺点和不足，他都是自己的亲人，是需要自己去关心和照顾的。张大爷的往昔。在城南的老巷子里，张大爷年轻时的故事就像那堵斑驳的砖墙，每块砖都刻着时代的印记。那时的他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和满腔的热血。你们知道吗？张大爷年轻时可是咱们这片的骄傲呢。老李头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跟围坐在他周围的老伙伴们讲述着张大爷的往事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老王头好奇地问。说说看，他那时候有多风光？老李头深吸了一口旱烟，缓缓吐出，烟雾在夕阳下显得悠长。那时候啊，张大爷可是咱们厂里的技术骨干，什么难题到了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，厂里还给他评了个劳动模范呢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老张头赞叹道。那他后来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老李头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，哎，说来话长啊。那时候张大爷太拼了，整天加班加点，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养家糊口。结果呢，落下了一身病根儿，再加上后来厂子改制，他没了工作，生活一下就没了着落。正说着，张大爷走了过来，他显然听到了老李头他们的谈话。老李头，你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吧？他半开玩笑地说。哪有，我这是在夸您呢。老李头赶紧赔笑脸，
您年轻时的故事可是咱们这片儿的传奇啊。张大爷苦笑了一下，摆摆手说，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现在我啊，就是个糟老头子吧。您别这么说。张强从一旁走了过来，搂着父亲的肩膀说，您年轻时的付出和努力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虽然现在生活有些困难，但我们会一起度过难关的。张大爷看了儿子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。强子，你说的对，爸就是有时候想不开，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。但你放心，爸会努力调整心态的。张强点了点头，他知道父亲是个要强的人，不愿意成为家人的负担。爸，你放心吧，不管怎样，您都是我们这个家的顶梁柱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卷起了地上的几片落叶。张大爷望着那些飘落的叶子，仿佛看到了自己逝去的青春和岁月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知道，无论过去经历了多少辉煌和挫折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的人和事。夕阳下，张大爷和他的儿子肩并肩站着，他们的影子在长长的巷子里拉得很远很远。这一幕仿佛是这个家庭在经历风雨后的温馨写照。邻居眼中的张大爷，在城南的这个老小区，张大爷的家就像是一个小型舞台，每天都有不同的邻居在这里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。这不，一大早，老李头就敲开了张大爷的门。张大爷，我家里的水管爆了，能借您的工具用用吗？老李头满脸堆笑地说。张大爷打开门，看了老李头一眼，语气平淡地说，工具啊，你等我找找。说完转身就往屋里走。老李头站在门口，心里有些打鼓。他知道张大爷的脾气有点怪，但没想到这么直接。不过他也只好耐心等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张大爷才拿着工具走出来，递给老李头，用完了记得还我。一定。老李头接过工具，连连点头。老李头前脚刚走，王阿姨又来了。张大爷，我家小孙子今天过生日，想请您过去喝杯酒。王阿姨笑容满面地说。张大爷看了王阿姨一眼，说，喝酒啊，我就不去了吧，我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。张大爷您就别谦虚了，您是老前辈了，我们都很敬重您的。王阿姨说着就把张大爷往外拉。张大爷挣扎着想要挣脱，我真的就不去了，你们年轻人玩得开心就好。那好吧，张大爷您注意身体啊。王阿姨见状只好作罢。就这样，一天下来，张大爷家门口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劝他，始终没有踏出家门一步。晚上，张强回到家，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便走过去问，爸，您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？张大爷看了儿子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，强子，你说吧，是不是真的老了没用了？为什么大家都对我敬而远之呢？张强听了心里一酸，他知道父亲是敏感了。爸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伟大的父亲。说着，张强紧紧抱住了父亲。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，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生活，或许没有时间去真正了解一个老人的内心世界。但请记住，每一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，他们也有过梦想和辉煌。当我们面对他们时，请多一些耐心和理解吧。张大爷与子女的纠葛。周末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张大爷的房间，但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，只因他的心早已被寒冰封住。房间里，张大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紧接着是儿子张强的声音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张大爷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地坐着。张强走进房间，看到父亲这副模样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张强轻声问道。张大爷抬起头，看了儿子一眼，语气冷淡地说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张强皱了皱眉头，他知道父亲又在抱怨他了。爸，我最近工作确实忙，没时间陪你，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您。记挂？哼，你所谓的记挂就是让我一个人在家里自生自灭吗？张大爷的情绪激动起来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这不是给你买了些营养品吗？张强拿出一盒保健品递给父亲。张大爷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这些东西我吃了有什么用？能治好我的病吗？能让我重新站起来吗？张强被父亲的话噎住了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他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，但他也确实尽力了。就在这时，女儿张丽也回来了。她看到父亲和哥哥在争吵，赶紧上前劝解，爸，哥，你们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好好说，
哼，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还配做我的儿子吗？张大爷指着张强大声说道。张丽有些无奈地看着父亲和哥哥，他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已经很深了，但他也知道，作为女儿，他必须站出来维护家庭的和谐。爸，哥其实真的很关心你，他工作忙，没时间陪您，但他一直在努力赚钱给您看病，您就别怪他了。张丽拉着父亲的手臂撒娇地说。张大爷听了女儿的话，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，他知道儿子确实有他的难处，但他还是无法接受儿子的冷漠和疏忽。好吧，我暂时不追究这件事了，张大爷妥协地说，但你们要记住，我需要的是关心和陪伴，而不是钱和物质上的满足。张强和张丽对视了一眼，都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知道父亲的脾气很倔，能让他妥协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接下来，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经营家庭关系，让父亲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爱。意外的转折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张大爷像往常一样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对他并不宽容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哎呀！张大爷！正在附近晨练的王阿姨看到这一幕，惊呼一声，赶紧跑过来查看情况。她发现张大爷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快来人啊！张大爷晕倒了。王阿姨焦急地呼喊，引来了周围居民的围观。张强听到消息后迅速赶来，看到父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爸，你醒醒啊！他焦急地呼唤着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在众人的帮助下，张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。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，他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病情依然严重，需要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观察。病房外，张强和家人焦急地等待着消息。他们深知父亲的脾气倔强，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但此刻他们却无比希望父亲能够依赖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弥补过去的疏忽。就在这时，医生走了出来，告诉他们张大爷需要安静休息，并且要注意饮食和休息。张强和家人连连点头，表示一定会按照医生的嘱咐来照顾父亲。进入病房后，张强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愧疚和自责。他想起父亲年轻时的辛劳和付出，想起自己曾经对父亲的承诺要让他过上好日子，但现在却罢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您。张强哽咽着说。张大爷微微睁开眼睛，看着儿子憔悴的面容，心中也充满了感慨。他知道自己的脾气给家人带来了很多困扰和矛盾，但他也深知家人的爱从未改变。强子，别这么说，爸知道你也不容易。张大爷虚弱地说，其实爸也想通了，人老了总会有些毛病和不便，不能总是怪你们，只希望你们能多陪陪我，聊聊天就好。听到父亲的话，张强和家人都泪流满面。他们知道，这次意外的转折不仅让父亲认识到了自己的孤独和无助，也让他们重新审视了与父亲的关系。从此刻开始，他们将用自己的爱和关怀温暖父亲的心灵，让晚年的他充满幸福和温暖。内心的变化，随着张大爷的病情逐渐稳定，医院里的氛围也逐渐变得轻松起来。张强和家人每天都轮流去医院陪他，跟他聊天，帮他做康复训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发现父亲的内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这天，张丽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，看到父亲正靠在床上看书，便走过去问，爸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张大爷放下书，看了女儿一眼，微笑着说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无聊，那我陪你下棋吧。张丽拿出了带来的棋盘和棋子，张大爷点了点头，两人开始下棋。棋局进行到一半时，张大爷突然说，丽丽啊，其实爸爸以前很自私，总是只考虑自己，忽略了你们的感受。张丽一愣，没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明白您的苦衷。他安慰道。张大爷摇了摇头，不，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好。你们小时候，我总是忙于工作，很少陪你们玩。后来，我身体也不好了，情绪也变得很差，经常冲你们发脾气。张丽听着父亲的话，心里有些酸楚。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，但这些话也让他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。他开始反思自己，开始尝试改变。爸，其实我们都挺理解您的。张丽握住父亲的手，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我们都很感激您。张大爷看着女儿，
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丽丽啊，谢谢你这么懂事，爸爸以后会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，争取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就在这时，张强也来到了医院，他看到父亲和妹妹正在聊天，便走过去问，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以前的事情呢。张丽笑着说，爸说他以前很自私，现在想要改变了。张强听了妹妹的话，也感到有些意外，但他更多的是欣慰和感动。爸，您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，他说，我们都希望您能健康快乐地度过晚年。张大爷看着儿子和女儿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。他知道自己以前确实做得不够好，但家人一直都很包容和理解他。现在他有了改变的决心和力量，相信未来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和家人。和解与团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家人的细心照料，张大爷的身体逐渐康复了。他不再是那个总是抱怨和发脾气的老人，而是变得温和安静，开始主动与家人沟通和交流。这一天，张强提议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个团圆饭，庆祝父亲的康复。张大爷欣然答应了。饭桌上，气氛异常温馨。张大爷坐在主位上，看着围坐在身边的儿女们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爸，您尝尝这个红烧肉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。张强夹起一块红烧肉递给父亲，张大爷接过筷子，轻轻咬了一口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问，味道真不错。爸，我再给您盛碗汤吧。张丽站起身，拿起汤勺为父亲盛汤。张大爷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丽丽啊，你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听到父亲的夸奖，张丽脸上泛起红晕。爸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时，张大爷的大儿子张磊从外地赶回来，也加入了家庭聚餐。他之前因为工作原因一直没能回家看望父亲，心里十分愧疚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张磊走到父亲身边，轻声说道。张大爷抬头看了看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磊子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来坐下一起吃吧。张磊坐在父亲身旁，拿起筷子开始吃饭。他边吃边聊起了自己在外地的工作和生活经历。张大爷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的插话询问。饭桌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温馨的氛围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烟消云散了。张大爷感受到了家人的关爱和温暖，也学会了如何与家人相处和沟通。饭后，全家人一起散步消食。张大爷走在前面，儿女们簇拥在他身边，他们谈论着家常琐事和未来规划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身上。这一刻的画面定格在张大爷和他的儿女们身上，成为了一幅温馨和谐的家庭画卷。故事的延续，随着张大爷身体的逐渐康复，他的生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。他开始尝试着走出家门，与邻居们重新建立联系，参与社区的活动，享受晚年生活。这一天，社区举办了一场老年人趣味运动会。张大爷得知消息后，兴致勃勃地报了名，准备参加其中的象棋比赛项目。比赛现场，张大爷早早地来到了会场。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，精神矍铄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年过70的老人。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有不少熟悉的面孔。哟，张大爷，你也来参加比赛了？一位老邻居热情地打招呼。是啊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出来活动活动筋骨。张大爷笑着回应。比赛正式开始后，张大爷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象棋比赛中。他时而紧皱眉头思考对策，时而舒展笑颜庆祝胜利。他的棋艺高超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获得了冠军。当主持人宣布张大爷获得冠军时，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张大爷激动地站起身来，向四周挥手致意。这一刻，他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辉煌时刻，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。比赛结束后，张大爷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，邻居们纷纷围上来向他祝贺，夸赞他的棋艺和勇气。张大爷谦虚地摆摆手说，都是老胳膊老腿了，还能活动活动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张大爷遇到了李阿姨。李阿姨拉着他的手说，张大爷啊，您真是越活越年轻了，看您今天的比赛，我们都为您感到高兴和骄傲呢。张大爷笑了笑说，李阿姨过奖了，其实人老了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只要咱们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就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回到家后，张大爷把获得的奖杯放在了客厅的显眼位置。他看着奖杯，心中感慨万千，
生活就是这样，充满了起起落落和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只要我们勇敢面对挑战，积极调整心态，就能迎来美好的明天。从此以后，张大爷变得更加开朗和乐观。他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，与邻居们和睦相处，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他的变化也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，让他们更加珍惜与家人朋友的相处时光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。